刘冲镜头下溯到没编的王一博，根本不是造型团队故意搞的伪素颜人设，是他过去1个月真实的生活轨迹，在皮肤上一层一层叠出来的颜色。谁能想到，镜头里的王一博居然素到连造型师都快兜不住了，没有精致的底妆，没有刻意打造的白皙肤色，甚至连脸上的一点暗沉都没有完全遮住。刘冲看到后都忍不住调侃，想过素，没想到这么素。但真正有意思的是，这可能根本不是一次刻意打造的伪素颜。如果把时间线往前推，你会发现他这段时间经历的暴雨、赛车、攀岩、户外探索，或许早就一点一点写在了他的脸上和手上。所以问题来了，一个男艺人为什么开始不在乎自己看起来够不够精致？王一博这次的变化究竟只是一次造型尝试，还是内娱男明星审美正在发生变化的一个信号？8月17日，刘冲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段王一博拍摄杂志的花絮视频，配文调侃道：想过素，没想到这么素。镜头捕捉到王一博躺在悬空床上，竟然连素颜霜都没涂，皮肤略显暗沉，整个人慵懒的状态仿佛刚刚从悬崖峭壁上醒来一般。短短10几秒的视频立刻将内娱男艺人是否需要改变生活方式这个话题重新推上了风口浪尖，引发广泛讨论。很多人并未意识到，刘冲分享的这段视频中王一博的肤色暗沉，并非粉底未遮瑕的问题，而是源于7月26日于珠海暴雨中完成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的后遗症。回溯到2026年7月26日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珠海站第2回合正赛遭遇了台风暴雨的恶劣天气。王一博驾驶着85号赛车，从全场第18位出发，凭借着在湿滑赛道上的大胆干胎策略，完成了2次教科书般的精彩超车，全程零失误、零碰撞。冲线时，85号车组暂列 GT3AM 加组别第3，然而赛后，原组别第2名的328号车组因安全车阶段的违规行为被追加了5秒的罚时，王一博的车组得以递补升至组别亚军，最终在全场总排名中从第14位攀升至第12位。至此，他在职业赛车生涯中骑了冠军、亚军、季军的3冠全套，成为了内娱首位在跑车赛事中实现这一成就的艺人车手。王一博、黄子韬、黄景瑜这一批人先后展现出了粗粝的气质，并非他们在降低标准，而是他们主动跳出了这个保质期短的精致模板。黄子韬从韩系花美男转型为资本圈的山东大汉，靠的是商业头脑和肌肉线条。黄景瑜则靠素颜生图里的痦子和结实肌肉，将自己定位在硬汉的赛道上。而王一博则是将操做出了个人 IP， 用真实的户外运动赋予他真实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棚内刻意不化妆的表演。Vogue 官方的叙事中，王一博已经被称作王大胆，这个称号本身就是时尚圈对这种审美转向的认可。当顶尖时尚杂志愿意让一个素颜、晒黑、手指粗糙的男艺人躺在悬空床上拍大片，意味着资本和审美话语权都承认了。观众想要看到的不再是被工业打磨过的瓷娃娃，而是活生生、棱角分明、有晒痕、有老茧的活人。刘冲那句想过素，没想到这么素，本质上是个误打误撞的精准说法。他原本可能只是想分享一组自然风的杂志花絮，
结果却拍摄到了王一博将户外运动赋予的真实感，原封不动地带进了杂志。这种素，并非只是化妆师少涂了一层素颜霜那么简单，它是7月珠海的暴雨，8月新西兰的雪坡，优胜美地的花岗岩，青海玉树的雪豹栖息地，共同在他皮肤上、手指上、眼神里留下了印记。所以，当你从刘冲的镜头里看到的，不只是王一博的一张素颜照，更是内娱男艺人审美的一个转折瞬间，从被观看的颜值，回到在场的活人。至于那双被怀疑是杵状纸的手，更可能是攀岩岩点磨出来的茧，赛车方向盘勒出来的厚皮，举重杠铃压出来的老茧，共同组成的工伤证书。如果真要确认，就需要观察他不同时期清晰手部照片的假床基底角，或者等他哪天在节目中大大方方地伸出双手让镜头对脸拍，以他目前的状况，这双手很可能会继续变得粗糙，因为9月上海站的 China GT 赛事，他要继续驾驶85号 GT3 赛车。新西兰的探索心境第3季还在继续，后续的青海玉树雪豹保护纪实纪录片也在路上，手指会越来越糙，不会更嫩。而这恰恰是当下内娱最稀缺的男子气概，不是靠肌肉堆砌出来的，而是来自山，来自海，来自赛道，来自岩壁，一刀一刀刻出来的。所以，刘冲镜头下这个素到没边的王一博，真正特别的地方，或许并不是他有没有化妆，而是他正在把真实的生活痕迹带回镜头。晒黑的皮肤，粗糙的双手，户外留下的痕迹，这些东西过去可能被认为需要遮住，如今却反而成为了他身上的一部分。从赛车到攀岩，从雪山到野外探索，如果接下来的生活轨迹继续延续下去，那么王一博的这双手或许真的只会越来越粗糙，但这到底会不会成为他区别于其他男艺人的独特标签？又或者说，观众真正喜欢的已经不再是一个被精心包装出来的完美偶像，而是一个有生活、有经历、有真实痕迹的活人。你觉得呢？你更喜欢精致无瑕的王一博，还是现在这种带着晒痕、茧子和真实生活感的王一博？欢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娱乐圈人物观察和深度内容，记得关注黎春正，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一期继续聊更多有意思的话题。